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薇恩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薇恩这英雄啊，很强啊，而且这个版本整体来说，只要你从前期扛得住压力，基本上有薇恩的局，后期赢面都很大，80-90的赢面吧。70-80、80-90就有点假了，但你扛不住前期就有点不行，就不太行，说实话。然后可以看到啊，他带符文的话是有一种他有他自己的理解。致命节奏是射手，还到现在为止啊，好多射手都是必带的，除了一些侠呀，或者说一些其他英雄啊，可能带征服者或者说带猛攻会更适合自己，但常规的射手现在都是带致命节奏。其次就是这里面可以学到啊，这个泰坦这样子去勾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大嘴这边太脆了。你看这个泰坦这样子勾后不一定要勾人，就勾后面的墙壁，然后绕到你身后去，逼到你的那个身位去给控制。只要给到控制，它有那个余震，你打它的话，它又有减伤，它贴在你身上又能利用这个余震去给你那个造成更多的伤害。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单纯的实力差距在这里，个人实力啊，不是英雄差距在这里面。这里回头定一下，可以收割掉，拿到第一血。闪现不要太着急交，因为你是前期的射手，能有闪现捏在手里面躲关键技能才是关键的，不要随便把闪现交出去，说要去追击敌人，知道吧？这里面啊也是做到了一个完美的扛塔，赶紧往后拉。你可以看到啊，首先残暴的话是做了调整嘛，之前是前期1级的时候能有提供7点的自适应力，然后后续呢随着等级的增加，然后你15级的时候是变成了21点自适应力，就相当于是提供21点攻击力嘛。但现在是调整了，直接就是加6点攻击力和8%的额外攻击伤害。整体来说算是加强吧。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呢？自适应力呢，在之前的自适应力更多的是为了打前期，现在前期也强，后期的话也不弱。或许你们后面就会发现很多英雄不再选择带那个战役，而是选择带这个残暴，因为残暴的话才更适合 AD 英雄，战役的话有可能更适合那个叫什么 AP 英雄，因为它是技能伤害的那个征服。完了，这边安妮2段大招的稳定控制。安妮自从 S11 吧，对 S11 仙宫那时候就是仙宫出来很猛，伤害非常爆炸，而且刚改版有2段大招这样子。后续的话就是因为仙宫的削弱，然后他自己英雄本身的伤害削弱。其实这版本呢就很考验你对就是入场的一个时机。其次就是安妮没有说非常稳定的控制，一旦你手忙脚乱，你叠不到那个被动啊，不像那个丽桑卓，他只要技能给出来，他就是有控制。而且安妮又很难去自保，如果一旦没有控制的话，所以他有一个点就是他又要有控制去自保，防止对面切你，又要想着拿这个控制去打那个
开团，或者说给对方 C 位造成控制效果，所以这个他那个被动根本就用不过来。这里预判了。像这种有泰坦啊，有锤石啊，机器人这种，你一定要防着他回头勾你。突然他慢下来，是吧？那大概率就是要回头来勾你的。特别是你站在一个很不安全的位置。辅助被勾了，辅助被吓到了，应该没勾到。如果被勾到的话，辅助应该是跑不了了。第一件的话，选择做火炮啊。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一个输出安全，稳定且安全的一个输出。而且有火炮的话，比如说像你这个英雄没有太多的 AOE 伤害，那你就带火炮才能更好的去刷线，知道吧？单体伤害高自然是有好处，但有个点就是，你单体伤害高的情况下，你刷线能力就会比 AOE 伤害多的英雄差。对方也反应很快啊，立刻看到娜美的大招，立刻交闪现。这里定墙上吗？没有，直接3环爆发，收割掉了。而且你有个点啊，他这边符文的话，最后一个是带的这个强化攻击，我不太建议你们这么去带啊，因为人家是射手绝活哥，玩什么射手都很猛，那你不一样啊，你身为一个普通玩家，你要学他这样子带，首先你对这个英雄，就是对每个英雄，首先英雄池你要深，其次你对你自己的英雄熟练度非常非常的高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直接去带骸骨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不带骸骨，你对线的能力都会很差，知道吧？而且这局有一点就是，他打的是这个大嘴这个英雄呢，前期本来就没那么强。如果对方选了一个前期比较强的，然后又有一个很强势的应付，然后你的对线能力，你身为维恩的话，你对线会非常的痛苦。定墙上再打一个3环，最后再 A 死。这边格温说，对面说实话，格温这么玩是有点想不开，估计是觉得这局没有赢的希望了。那这边上路的话，他是已经把这个石头人打爆了，是吧？你看2塔都没了，上就是这个单人路的2塔，你就上单这边的2塔。而且薇恩还是调整过后的，削过一点。因为之前的薇恩太猛了，只要你选薇恩，胜率也非常的高。这里调整过以后呢，你像这边符文和装备上的一个调整，让 AD 英雄其实也还是不错。而且这边的话，薇恩是不会去选择玩那个暴击流，暴击流太废了，知道吧？不如这个叫什么特效流的打法，而且伤害又够，又有混伤，然后呢又有自保能力也足。你看他第3件直接做一个那个智慧默认的话，既有魔抗是吧，又就有一定的坦度，也有那个就是低于50的话，又有那个吸血效果，造成伤害是有回复的。
像这边你可以，然后第4件就直接做卢安娜飓风嘛，然后就补一下这种 AOE 的伤害，团战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多打一些伤害，而且它这个卢安娜飓风也是能触发它的3环效果的。最后一件就做这种破甲啊，如果说你活不下来，你觉得你玩的没那么厉害，那你就最后一件做那叫什么破败就行了，破败之刃，做一个全能吸血，而且打肉的话秒得更快。维恩主要是有个点啊，他3环，然后一个100%的增伤，这完全是不怕输，就是没有输出环境的。特别是有了羊刀以后啊，他这个攻速够快，完全抵得上一个3000多块钱的那个什么100%破甲。对面泰坦看到射手就先给大招，不管了。手上还捏着进化。哇，这里面有个点啊，薇恩这种大招小身位的视野，然后去拉扯，虽然说只有1秒，但这个只要你这个移速够快，是吧？然后调整好位置，让你有个输出环境，完全就是跟那种潜行，就比如说跟那个卡莎呀，或者说像一些潜行英雄的那种，就老鼠或者那个谁提莫这种潜行是完全是2码事。这边安妮直接空大招，进化直接解掉。这种提前解，说实话比较难，0.25秒，还是太吃个人实力了。大嘴的话是1点伤害没有，现在属于是中路定墙上了，那这样的话，人马大招直接往反方向跑。哇，这石头人大上去了是吗？还是应该是大上去的。这边有杰拉去一直在给消耗，对面是很难受。对，回家把这个分裂弓给做出来。其实如果说你觉得你比如说逆风局的话，你就不要去做分裂弓了哈。逆风局你千万不要想着去做分裂弓，那这不是找死吗？分裂弓所以可以你伤害自己，对方有优势和比如说领先你1-2件装备，对吧？秒不掉人家，第一声秒不掉人家，或者说你关键伤害打不出来，就容易出事呀。逆风局你就老老实实的出借弓和这个破败就可以了。
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